朋友们，大家好。根据德国商报和一家叫 Bearing Point 的调查研究机构最新披露，尽管中国电动汽车在价格上具有优势，但是在质量还有品牌信任度方面，远不及德国品牌的电动车。德国制造的电动车在消费者中享有更高声誉，领先于价格更低的中国品牌。这结果日前被多家德国媒体转载。对德国人来说，一切都听起来那么美好，但是有一个细节被放在后面不起眼的地方，这是对2000名德国人发出了问卷调查。负责这份调查的是德国商报以及一家叫 Bearing Point 的咨询公司。他们甚至还隐瞒了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由一家叫能源管理的网站披露的。是这样啊，75%的受访者，也就是这些司机，他们自己既没有电动汽车，也不打算购买电动汽车。你们想想看，这样的问卷调查结果，它的可信度如何呢？根据这项最新研究，德国制造的电动车对德国消费者的魅力明显高于中国品牌。在咨询公司 Bearing Point 和德国商报最新共同发布的2024年电动汽车魅力指数中，大众、奥迪、奔驰，他们占了前3名。尽管中国品牌上汽的名爵、比亚迪和长城汽车，他们的平均价格较低，但在魅力指数排名中竟然全部垫底。德国人年纪越大，越对自己国家的产品有信心，加上他们的财政状况要比年轻的德国一代更好，所以尽管德国品牌，特别是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价格几乎是中国电动车的双倍，但年长的德国人更倾向于德国品牌，而德国年轻人则更在乎价格，对中国品牌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因此，在访问的2000名德国人当中，大众、奥迪和奔驰在德国电动汽车市场中位居前3名，整体魅力明显高于中国品牌，这也就很好理解了。据主办方称，该电动车魅力指数考虑了价格、续航里程、充电成本、创新度、品牌质量和信任度等多个因素。调查数据显示，德国品牌在服务网络和品牌质量方面有着显著优势，而中国品牌虽然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但是在质量信任度和技术创新方面仍有不足。大家注意听了，说是在技术创新方面还不足。看到这里，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不赞成啊，德国人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电动汽车在创新方面不足，这简直是太毁三观了。这应该用在德国品牌上更合适，对不对？德国人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质量信任度较低，与德国人的思维惯性以及德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宣传有直接关系，并且如前面提到，受访者中75%的人，也就是这些德国人，竟然自己既没有电动汽车，也不打算买。而问他们关于中国电动汽车或是关于德国电动汽车的什么质量啊，还有创新啊，这些人他们知道吗？这不是搞笑吗？对不对？他们怎么能从专业角度以及实际驾驶的感受来评判一辆中国电动车还是德国电动车的好与坏？这不是全凭感觉，全凭自己嘴巴2张皮来下结论吗？难道这就是严谨的德国人吗？该魅力指数囊括了12个汽车品牌，按照魅力指数，他们的排名依次为：第1名大众，第2名奥迪，第3名还是德国的奔驰，特斯拉排第4，保时捷、现代、宝马，甚至欧宝还有法国雷诺都排在中国这3款电动车面前，然后才到上汽的名爵、比亚迪还有长城汽车。现在我们具体看看2024电动车魅力指数，一共有12款车上榜，高居榜首的是德国大众，它的得分是111.5分，第2名是奥迪111.3分，第3名梅赛德斯奔驰110.9分，然后第4名是特斯拉103.8分，第5名保时捷103.7分，第6名是南朝鲜的现代102.1分，第7名是德国的宝马101.4分，第8名是欧宝96.3分，第9名是法国的雷诺96.2，第10名是上汽的名爵91.7分，第11名是比亚迪89.6分，
第12名是长城汽车87.8分。然后我们看平均价格，这是在德国市场的啊。德国大众第1名的，它的平均价格是45274欧元，奥迪平均价格是77388欧元，梅赛德斯奔驰平均价格是70257欧元，特斯拉70740欧元，保时捷92800，然后是南朝鲜的现代42597，然后是德国宝马74600，欧宝38958，法国雷诺32475，上汽名爵37865，接着是比亚迪46396，这比亚迪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最后就是长城汽车38990欧元。我们看平均每100公里在德国的电价，大众6.95欧元，相当于人民币大概55块钱左右。注意啊，这是100公里。然后奥迪是7.73欧元，梅赛德斯奔驰6.49欧元，特斯拉6.84，保时捷7.22，现代6.29，宝马7.32，欧宝6.86，雷诺6.71，名爵7.47，比亚迪7.5，长城5.12，它电价最低。这项是百分比的啊，它是关于创新度以及内饰的看法。比如说大众，它高达69%的人认可它的创新以及它的内饰。然后呢是奥迪75%，奔驰77%，特斯拉71%，保时捷75%，现代67%，宝马77%，欧宝63%，雷诺62%，上汽名爵只有50%。创新度和内饰，你看中国的品牌得分最低呀，比亚迪56%，长城57%。还有一项，这项是受访者对这个汽车品牌的信任度，对大众的信任度是74%，对奥迪76%比较信任，梅赛德斯奔驰78%的信任度。然后我们看中国品牌的信任度有多低呀？上汽名爵41%的信任度，还有对比亚迪48%，对长城只有39%的信任度，特别低。但是奇怪的是，信任度那么低，上汽名爵在德国的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哦。最后一项就是续航了啊，这是平均续航。比如说大众平均续航是396公里，奥迪平均续航535公里，梅赛德斯奔驰平均续航631公里，特斯拉555公里，保时捷603公里，现代397公里，宝马499公里，欧宝349公里，雷诺305公里，这很低。然后呢是名爵348公里，比亚迪454公里，这都是平均的啊。长城310公里。还有这里就是服务网点，大众服务网点最多，所以高居榜首第1名，奥迪服务网点第2，然后是梅赛德斯第3。好，这就是这个比较完整的所谓2024电动汽车魅力指数。我重复一次啊，这是德国商报以及 Bearing Point 这家研究机构他们一起合作做出来的，访问了2000名德国人，而且75%的这些被访问者，他们自己既没有电动汽车，也不打算购买电动汽车。最新公布的上述指数，顾及的车商品牌及型号，均参考德国汽车市场近年来的销售排行榜产生，囊括的都是榜上排名靠前或者销售量增幅巨大的电动车品牌和型号。受访者中，62%的人将价格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但几乎同样多的潜在客户也关注续航里程、电费以及品牌质量如何。在所有相关指标中，大众被认为提供了最好的整体产品组合，尽管在某些单项指标中他们并不领先。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被德国受访者认为是最具有创新力的品牌，虽然宝马排在特斯拉、保时捷和南朝鲜的现代之后，位居第7，紧随其后的是欧宝和雷诺。
这些品牌的平均价格都比较低，也领先于中国品牌。那为什么3个中国品牌都排名垫底呢？主要是因为中国品牌电动车在质量还有信任度方面得分较低，在这些领域，甚至包括电动车先锋品牌特斯拉在内的表现都不佳，只得到了61%的信任度。榜单中，德国受访者质量信任度最低的3个品牌都是中国汽车品牌，分别是长城汽车39%、上汽名爵41%和比亚迪48%。质量信任度最高的品牌分别为奔驰78%、奥迪76%和宝马75%。德国商报研究院的分析师斯文荣表示，美国公司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不再是标准，尤其是在技术参数方面，德国制造商现在表现更好。此外，他们还受益于强大的品牌和密集的服务网点。然而 Bearing Point 的汽车专家马努尔·舒勒警告说，德国车商目前的质疑优势也并非不可动摇。舒勒继续说，价格仍然是购买电动汽车的决定性标准。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成本优势已经显现，但欧盟的惩罚性关税和德国人对中国汽车质量的不信任正在危及这一中国汽车价格的优势。另一方面，成熟的德国汽车品牌则受益于强大的品牌和服务网络，但即使是这种优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中国和德国汽车品牌都面临着开发新的独特卖点，以巩固市场地位的挑战。我提醒一下，这家机构使用的一个词语是德国贴牌汽车。实际呢，这些汽车大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甚至使用的是中国技术以及中国的生产线生产出来的，然后贴上德国的牌子，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这一点呢，很多德国人不知道，特别是这些根本就没有自己电动汽车的，而且不打算买电动汽车的人，他们怎么能知道呢？据 Bearing Point 网站介绍，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在购买电动汽车时有不同的优先考虑因素。对老年人来说，价格、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等因素比年轻人更重要。对年轻人来说，当然重要的是价格，但另一个因素是他们最快什么时候能提车，也就是他们想尽快开上他们的车，而不是等上几个月甚至半年。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德国人对中国品牌电动车比老年人更加有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也就是它的魅力指数可能会提升。直到不久前，德国人总体对中国产品持比较负面的态度，对中国制造的汽车就更加负面了。这是因为当年大概有10年左右了吧，中国汽车厂商自己不争气。最初我记得应该叫陆风汽车想登陆德国，结果在冲撞试验中惨不忍睹。后来有几款其他中国的燃油车品牌也试图登陆德国，冲撞试验也非常的差。通过德国媒体大肆报道，自此德国人经常拿中国车来调侃以及挖苦中国人。这种惯性思维一直延续到去年。正是这种自我陶醉式的惯性思维，让德国人一直在睡大觉，死抱着燃油车技术不放，不思进取。而另一边，特别是自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电动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从技术到设计，包括电池技术以及软件都有飞速发展。加上中国政府长期的布局，已经完全掌握了整个电动汽车的价值链。就说从电池技术的研发到稀土矿产的勘探、挖掘、提炼，到整车技术的提升，以及驾驶软件等等等等，全部吃透了。加上中国市场竞争白热化，迫使各个厂商快速进步，这一切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生。而在德国，几乎没有媒体注意过、报道过关于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所以，当中国产品在2023年登陆德国慕尼黑国际车展的时候，而且是特别强势亮相的时候，全德国一片哗然。如果不看品牌，德国人怎么都不明白，怎么突然出现那么多高大上的电动汽车呢？而当媒体说这些全是中国品牌时，德国人首先表示不相信，不可能。他们反问：中国人也能造汽车吗？中国车不是行走的棺材吗？这不对呀，肯定不可能等等。这全部是网上一些德国网友的语言。
但是形势比人强。于是德国媒体从一个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德国汽车崩溃论便接踵而来。于是这些媒体纷纷谴责德国各汽车车商不思进取，睡过了头。现在中国狼来了，德国汽车岌岌可危。此次中国众多车商高调亮相德国慕尼黑国际车展，德国媒体大肆报道，相当于又帮中国做一次免费广告。对德国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报道产生的正面作用还是挺大的。当时德国媒体在德国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如果完全不提及这些电动汽车来源地，受访的人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接受程度其实不低，觉得从设计来看很酷，内饰也不错，纷纷表示如果价格合适，可以考虑购买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还有啊，当他们知道在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淡定了啊，纷纷谴责德国汽车制造商他们无耻，因为同一款车在中国的价格和在德国的价格相差1倍。比如说大众的 ID.3 或者 ID.4， 如果是中国品牌，那中国的价格和在德国的价格相差就更多了。总之2023年这次中国众多品牌的电动车高调亮相慕尼黑国际车展，对德国造成的心理震撼几乎是核弹级的啊！因为他们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这也是后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原因之一。如果欧盟真的放开了，让中国电动汽车长驱直入，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电动车几乎会被中国的电动汽车干趴下去，德国厂商可能只能靠高端品牌的电动汽车过活了。但是部分德国受访者还是表示，如果他们接下来购买一辆新的电动车的时候，还是会首先考虑德国车商，主要是因为过去他们对德国车商的产品质量呀，还有他们的售后服务呀，信任度比较高。总之，德国机构从采访2000名德国人，搞出个所谓2024电动车魅力指数，可能只是为给德国人一颗安慰剂，德国人因此感觉好就好。至于德国之外的世界市场，对德国车商来说就不那么乐观了。那么，为了电动车的发展如何，中国品牌电动车在德国真的如此不待见吗？有可能的趋势是，中国电动汽车大举进攻欧洲市场，德国品牌则占据一些高端市场，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